今天我們要講的不是一般的有錢，也不是那種網紅炫富等級，我們要講的是这個世界上真正的最終 BOSS 級財富。你以為的杜拜王室只能排第5，全球最值錢貨幣的國家科威特只能排第3，阿布達比王室也就只能排第2。第1名你絕對聽過他的名字。這些王室的收入不是月薪，不是年薪，是地球呼吸一次，他們的錢包就自動長大的那種速度。準備好，你的錢包會被羞辱到失去知覺。記得訂閱加點讚。我們開始。第10名，摩納哥王室。摩納哥這個地方真的小到你不小心打個噴嚏，可能就噴到國界外去了。但就是這麼一顆小石頭，吸的都是世界上最貴的空氣。格里馬爾迪家族的財富看起來只有約12億美元，聽起來好像不誇張，對吧？你放心，這是我這種凡人覺得不誇張而已。摩納哥王室最猛的地方不是現金，而是地段霸權。他們基本坐在全世界最貴的海岸線上，像是把整個地中海最美的那塊蛋糕切下來自己吃。光是王室名下的地產組合就強到像现實版的大富翁地圖，而且那個地圖是開掛版的，全海景、全貴族、全免稅，連空氣聞起來都是高淨值味道。再加上摩納哥的核心產業都是超級富豪愛玩的東西，比如賭場，他們的 F1 在他們家門口甩尾，豪華港口，遊艇一艘比一艘像海上別墅。這些現金流全部跟王室的特許經營綁在一起，躺着都能變有錢。最狠的是，他們不用像中東那樣靠石油，也不用像泰國靠土地租金，他們靠的是地球上最貴的邮递區號。你以為富豪是去摩納哥投資，其實富豪去那邊只是在幫王室付房貸。而且摩納哥王室的氣質是那種貴而不吵的貴，不炫車，不炫油田，不炫天然氣，他們炫的是地球最貴黃金地段的管理權。第9名，摩洛哥王室。摩洛哥王室的財富表面看起來只有區20-30億美金，聽起來好像沒到那種中東噴錢等級，但你別小看，他們這一家不是玩顯性財富，他們是在玩國家級資本聯機技。阿拉維家族最強的武器叫斯尼集團，這個集團是做什麼的？簡單講，就是一個把摩洛哥的重要產業像寶可夢一樣全抓起來的超級企業。銀行他們有，礦業他們有，農業他們有，能源他們也有。你去摩洛哥做生意，基本就是在他们家客廳裡擺攤。而且摩洛哥王室有一種很像地中海版本的老狐狸經濟學，不會像中東兄弟那樣把錢噴出來嚇死人，但會悄悄控股，慢慢增值，默默吃下一個產業的利潤。等你回頭想反擊時，才發現整個產業供應鏈都是他們的影子。這家族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點，他們的財富很難被完全算清楚，不是因為錢太亂，而是因為國家產業跟王室利益綁得太緊。你說只算可直接動用資產，那是20-30億，但你說影響力價值，那又是完全不同一個宇宙的數字。摩洛哥王室真正的強項不是我多少錢，而是整個國家賺錢的時候，我的份額永遠不會缺席。第8名，汶萊王室。汶萊這個國家放在世界地圖上幾乎像別人不小心掉的芝麻，但博爾基亞家族的財富卻完全不是芝麻等級，他們的可動用資產大概落在約300-400億美元。汶萊王室最鮮明的標籤就是現任蘇丹那座超狂的傳奇車庫。別人的車庫是家裡旁邊一間，他的是你需要搭高爾夫球車才能從頭逛到尾的那種規模，裡面停着超過7000多輛車，品牌你叫得出來的他全部有，你叫不出來汽車博物館才有的他也有，甚至那種全世界只制造1-2台，你懷疑是不是 P 圖的，他可能買2台備份。但問題來了，這種收藏狂要怎麼撐？怎麼養？怎麼不破產？答案只有2個字：石油。汶萊是那種國土小，但資源卻濃縮得像濃湯的國家。石油跟天然氣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
而這些資源的好處就是你不用努力，它自己會漲價。油價漲，他們一天比一天富；油價跌，他們國家小，支出低，又幾乎沒負債，根本沒有國家吃土這種事。而且汶萊王氏的花錢邏輯很簡單，不亂投資，不玩金融大冒險，不去搶石油博一頭香。他們走的是穩定獲利、穩穩吸金，絕不浪費資源優勢的路線。這種模式聽起來不熱血，但撐起來超級穩。更關鍵的是，汶萊王氏的財富不像很多王室那樣跟國家預算混在一起，他們的私人資產、家族名義、國家資源分配其實分得很清楚，這讓他們在國際社會的穩定度超高。外資要進汶萊，也都會先看王室的臉色，因為說實話，這個國家王室的能量絕對比政府本身還要高。第7名，列支敦士登王室。列支敦士登這個國家真的小到你懷疑是不是 Google 地圖放太大，但他們的王室林士登家族卻是歐洲靜默型金融怪物級別的存在。他們的核心資產叫 Light 銀行，光聽名字很低調，但實際上是老錢貴族的私人金庫總部。這家銀行的資產管理規模超過3000億美元，數字大到連歐洲大型金融集團都要禮讓3分。這不是那種你好我想存一點錢的銀行，這是那種你好我需要一個幫助我管理5代遺產的團隊。而林士登家族就是那個幫你管理的人。他們最可怕的能力不是有錢，而是把錢變得更乖。在歐洲金融圈有個很有趣的說法，金融危机越大 Light 銀行越穩。別人遇到危機是跳水，林士登家族反而吸到更多國際客戶，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最大的資產就是穩。林士登家族在歐洲貴族圈有極高的聲望，因為他們不像某些老錢家族會亂投資、亂擴張或亂買藝術品。他們的作風像是我們不搶也不吵，我們只把錢變得更大、更穩、更安靜。這種氣質就像在歐洲是頂級貴族的象徵。第6名，泰國王室。泰國王室的財富一直都有種越查越不敢講太大聲的神秘感。你以為泰國只有好吃的芒果糯米飯？不，真正甜到發亮的是王室背後那一整個國家級不動產神獸系統。泰國王室的財富核心就是那個大家都聽過的 CPB 王室財產局，而且這個數值不是幾百萬、幾千萬這種散戶等級，是700億美元左右的級別。這個機構不是一般的資產管理公司，它的規模大到可以讓一個國家的地產圖直接變成王室家裡的大富翁棋盤。曼谷那些黃金地段、百貨、飯店、商業區、老城區，甚至你以為沒人在住的老建築區，基本上只要你在曼谷花錢，錢有很大概率在幫王室加薪。CPB 旗下最大的2個現金機器有 Siam Cement 泰國最大工業集團， Siam Commercial Bank 泰國 SCB 銀行。這2個都是全國級別的巨獸，只要泰國經濟深呼吸，王室的股息就自動往上抖一波。最好笑的是，泰國王室幾乎不用做什麼高風險操作，他們的財富結構是超大面積土地和超級穩的大集团股權。簡單講就是他們的資產會自己長腿，自己生利息，自己變胖。泰國王室的现金流模式你可以想象成把一個國家的房地產、金融、工業3條大動脈全部綁成你的管錢系統，然後每個月你只要坐着，錢就會從3條管線一起流進來。也就是說，只算王室可動用資產，他們已經硬把自己擼進全球最有錢的前段班。第5名，杜拜王室。杜拜這個地方，你隨便拍一張照片，都像在拍現實版 GTA 豪華 DLC。摩天大樓、超跑大隊、黃金裝潢的飯店、大馬路的燈亮，到你懷疑電費是不是免費。但杜拜王室、馬克圖姆家族的財富，跟你想象的那種石油噴到天花板的邏輯完全不一樣。先說一個會讓你嚇到的小真相，杜拜其實沒有你想象中那麼多石油，他們不是靠油發財，他們是靠商業、貿易、港口、
航空、金融、觀光，用人類的錢包滾出他們自己的巨型現金生態。杜拜王室的可動用資產約900億美元，這數字看起來比不上中東鄰居的火箭噴射等級，但他們非常厲害。他們用這筆錢把整個城市變成現實世界的金錢迪士尼樂園。其中最大的現金怪獸之一是 Emirates 阿聯酋航空。這家航空不是在飛，是直接在用跑道打印錢。你每買一張機票，王室就等於拿到一張我們繼續擴張世界版圖的小紅包。然後還有杜拜環球港口集團，這家公司是全球港口圈的海上董事長，業務遍布6大洲，控制超過70個港口。你在台灣從基隆港等貨，可能背後就在跟杜拜王室打交道。杜拜王室的財富邏輯不是把油賣出去，而是把全世界的人拉來杜拜花錢、過境、轉機、投資、買房、開公司。他們把城市經營得像一間企業，把企業擴張得像一個國家。本來大家都以為杜拜只是在玩觀光，結果他們在玩全球資本流動的變形金剛。他們的錢不是突然爆炸，是一直在堆，一直在漲，一直在擴張。也就是說，杜拜王室是全球為數不多把城市經營成商業帝國的王室。第4名，卡塔爾王室。頭上一塊布，全球我最富。卡塔爾王室的財富結構，嚴格來說是中東王室裡最現代化、最可量化，也最容易讓你意識到地緣政治價值到底值多少錢的那種。表面數字大約落在3000億美元，但如果你認真拆開，會發現他們的財富不是靠單一資源，而是靠一整套全球能源定價權。卡塔爾的核心武器只有一個字：氣。更精確一點就是液化天然氣。這東西的戰略重要性不只是能源，更是一種國家之間必須乖乖排隊購買的生存用品。當歐洲遇到能源危機，天然氣供應不穩時，卡塔爾的位置瞬間從一個富裕的小國變成全世界都要來求你講話的小巨人。卡塔爾王室透過 Qatar Energy 掌握世界最大天然氣田之一。天然气本身就极具價值，但液化天然气 LNG 的附加價值是可運輸、可長期儲存、可賣到遠方。這直接讓卡塔爾的能源出口不受地理限制，是全球最有議價權的能源供應國之一。接下來是卡塔爾投資局，雖然它是國家主權基金，但王室在決策結構有極高影響力。這個基金的規模超過4000億美元。而他們投資的不是小打小鬧，是直接買下倫敦最貴地段、巴黎的資產、紐約金融資產、歐洲基礎建設，還有全球大型體育產業 PSG。這些資產組合不是財閥式多元化，而是把全球核心資產收成自己長期現金流。卡塔爾王室的財富模式不像杜拜那樣以商業驅動，也不像汶萊那樣依賴資源補貼國庫。他們玩的是讓全世界需要你、依賴你、離不開你。天然氣價格只要輕輕動一下，他們的收入就會跟着放大，不是微調，是直接擴大數十億規模。第3名，科威特王室。大家都知道，科威特的貨幣是全世界最值錢的，而科威特王室的財富是那種越研究越覺得這不是王室，這是國家級金融股文明的存在。雖然他們的可動用資產區間落在3-4千億美元，看似和卡塔爾、阿布達比接近，但科威特的底層邏輯完全不同。他們的財富是石油收入，加上全球最古老主權基金體系組合出來的獨特結構。科威特是全球最早建立主權財富基金的國家之一。你今天看到的主權基金這個概念，很多國家學的模板就是科威特當年那套，背後核心就是科威特投資局。科威特投資局的特點不是規模大，而是穩、老、深、分散度極高。他們幾十年來把石油收入不斷注入全球市場，日積月累成了一個橫跨世界的資產網。雖然基金本身是國家資產，但王室在政策方向、基金方向與預算決策都有高度影響力，這使得他們擁有間接掌控全球資產配置的能力。還有就是
科威特的石油系統不像沙特或阿布達比那樣與豪華擴張綁定，而是採取一種很像保守型超級富豪的風格，賺得多，花得穩，投資非常分散，風險極低。你不會看到科威特瘋狂買地標，也不會看到他們大手筆蓋夢幻城市，但你只要查他們的財報，你會發現一個讓人發冷的事實：科威特的資產規模幾乎沒有掉下來過，這是非常可怕的能力。世界經濟在崩，油價在跌，市場在亂，許多中東國家會大波動，但科威特的資產曲線就是那種別人跌停，你在那邊喝紅茶的穩。科威特還有一個關鍵點，他們的人口極少，國家支出低，社會福利高，卻仍然能維持巨額盈餘，這形成一個極罕見的模式。國家不靠借貸，王室不靠外資，就光靠石油和基金收益就能支撐所有開銷。許多經濟學者甚至說，如果你要找一個國家的財政模型最接近無限續杯模式，那就是科威特。第二名，阿布達比王室。阿布達比王室的錢是那種你越查越覺得，哇，這國家好像開了石油外掛。納哈揚家族的可動用資產大概落在3500億美元左右，他們掌握着阿聯酋最關鍵的資源——石油。阿布達比是阿聯酋裡資源最多的哥哥，全國家的石油90%都在他們底下。油價只要動一下，他們的資產圖表就會動得比你股票還誠實。你看到漲幅，你會懷疑是不是有人在後面偷偷灌氣。他們的秘密武器有個你一定聽過的名字 ADIA， 翻譯成中文就是阿布達比投資局。這是全球最大、最穩、最有影響力的主權基金之一。雖然基金是国家的，但阿布達比王室在裡面的方向話語權超高，所以這整套基金體系運作起來就像是王室版的全球投資軍團。阿布達比王室的花錢方式也很特別，他們不喜歡亂買地標，不喜歡亂砸名牌，他們走的是慢慢投，穩穩漲，時間越久越可怕的路線。你看到 Etihad 和 Mubadala 全球的基礎建設，甚至科技研究中心，很多背後都有阿布達比幕後在那邊布局。這種財富模式不是贏在爆炸，而是贏在每年都在漲，每10年都變強的那種恐怖成長曲線。第一名，沙特阿拉伯王室。沙特阿拉伯王室的財富，說真的已經不是有錢2個字能解釋，他們的可動用的資產規模落在 1.7 兆美元。沒錯，是兆，不是10億，也不是1000億，那種你加到計算機上會覺得自己按錯單位的等級。他們整個王室體系就像一個現實世界的能源中央處理器，只要油價一動，全世界都得跟着一起动。你看到新聞寫原油上漲，那基本上就是沙特王室在那邊按了一個按鈕而已。他們最強的底牌就是你一定听過的巨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這家公司不是一般公司，它是全世界現金流最狂、最穩定、最有影響力的能源怪獸。沙特阿美石油一年賺的錢比你的國家的 GDP 還大是正常的，它的利潤跳一下就是其他國家財政部的年度預算震一下。更誇張的是，沙特王室的影響力不只來自石油本身，而是來自石油價格的決定權。你以為油價是隨便漲的嗎？世界所有國家都看 OPEC， 而 OPEC 裡面看誰？當然是沙特。你想買能源？好，排隊。你想買多一點？再排隊。你不想買？那你國家發電廠自己加油。這就是他們的實力。而且沙特王室完全不只靠石油，過去10年他們一直把油的錢變成全球資產，比如投資美國科技公司，建設中東最大的新興城市 NEOM， 控制區域基建，買下體育賽事話語權，投資全球基金，收國際股份等等。沙特王室的結構也非常特殊，家族成員超過15000人，每個都是資本體系的小戰士。這導致王室的經濟觸角遍布國內外企業、金融機構、國企、能源集團，甚至國際正經合作。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可怕的共通點？只要地球需要能源，沙特王室就永遠是第一名。
你沒辦法超越他們，因為你沒辦法複製他們的資源、地理位置、儲量、影響力，也沒辦法複製他們幾十年的產業鏈布局。你有沒有發現，這10個王室的財富模式根本不是賺錢那麼簡單，是地球在運作，他們就自動變更有錢。石油漲，他們爽；天然氣漲，他們更爽；連房地產漲，他們也在爽。你完全找不到他們不爽的時刻，所以你現在大概能理解，為什麼我們努力一整年存的錢，可能只是他們油價波動一個下午的利潤。這就是現實，這就是 Boss 級財富。好了，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一下，也可以在評論區討論你的想法。我們下期見。